劉老師，你太奢侈了，你太奢侈，这个就像是你的一个大玩具一样。是，玩家嘛，你就是家里的玩呐。眯着眼睛看，这像不像银河？有一点啊，就是一个旋转的感觉。旋转。入库进门的时候，我有意识特别去选了这2棵松。你看它这2棵呈这么一个欢迎的态勢。在这個花園入口的這面有一個小小的房間，這房間是我太太練字的地方啊。這個房間只有這個2.2米左右寬，房間小，但是這個景很好。對，這個書桌有個小小的不一樣，這個地方是一個斜的，你手放上去是這樣的啊，所以你這樣手很自在呀。這個腳對於你來說它是很溫柔的，這個我把它叫低頭。對，而且你這個椅子跟外面的那種圈椅也不一樣。不一樣，這個細結構都是新創造的。它更好的貼合你的這個腰背。對啊，然後前面呢，這根料是往後放了，這根料放到這後面人就是這樣的坐姿，腰肩這個屁股它是呈這麼一個重心去下。我一直想用一種今天的建構方式去回應古代的東西。它首先還是一個半亭的概念。這個亭呢又跟古代有點不太一樣，它是用殘牆，用2片牆組成的。我看咱們這個屋頂也很厚啊，差不多有30公分厚，這全是茅草啊。然後它這個茅草有那個管子嘛，對，所以就是倒下來了。其實你可以進去看，裡面其實挺高的。我故意把這兒壓低了啊，你可以進去，你可以進去，哎，真的，讓心頭啊，真的很高啊！裡面你看那個挺高的，這是棵朴樹，讓了一個角，留了個亭台園，然後那個地方呢有個泡茶的，對，這邊還有一個小的紗窗，那是一個氣窗嘛，你要通氣嘛。你如果是一個下雪天和下雨天大暴雨的話，在這裡太爽了，你感覺已經不在我們城市裡了。對，你說的對啊，不在城市裡了啊。這個也是第4木的，比較硬，它比較抗潮，然後上面其實我還放了空調了。劉老師，你太奢侈了，你太奢侈了。空調你在這兒玩，下雪你不要凍死啊！你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穿個大棉襖嘛，對吧？就是家裡面自己有這麼一個空間，我覺得太奢侈了。看這兒還挺好玩的，這有個小氣窗，可以關掉。你看就這樣，蚊子來了也不怕嘛。這個就像是你的一個大玩具一樣。是，玩家嘛，你就是家裡的玩吶。對啊，是吧？玩家，哇，這個概念學到了。好像一進來這個茶室就人好像安靜下來了，東西兩邊都有小花園，特別是今天這個下雨啊，有點煙雨濛濛的感覺啊，然後我覺得坐在這兒特別的舒服啊。這個櫃子我也很喜歡，裡面很豐富啊，很豐富，琳琅滿目啊。這是什麼木頭啊？雞翅木，它很深沉，所以它像個歷史的寶盒一樣，它把各種東西都容納在裡面，特別只留了一扇玻璃。好像是個記憶的窗，它有陪伴的意思。現在它的這面呢放了一個我以前設計的叫直角飾品面櫃。我需要這裡有個燈，讓我看得明明白白。收納。我好喜歡這個櫃子啊！儲藏。我們文人也有書箱子，我這個基本上是用箱子來做的。當然箱子裡面呢，我們藏入了這個博古架的概念。其實真的非常實用。我們從這2個櫃子裡面，我們就能看到我們所有的茶器，大大小小、扁扁高高的，全部都能夠收納在一起，而且關鍵是能夠一目了然。對，一目了然。然後這邊其實我注意到的，這樣子的這個桌角啊，還有這個椅子的這個扶手啊，這邊我覺得就很特別，一看就是您的風格，是不是？它有個很好玩的，你看吧，它可以收上去，可以掛上去的，它像2個手一樣，可以趴在這上面。阿姨見到非常喜歡。對，後面它是拖地也很方便。這是根柱子嘛，凸起。我是希望你坐在這可以摸它，就像盤什麼一樣的。我們如果是一個珠子叫盤嘛，那我覺得家具也可以盤的。啊，這個是它是什麼木頭啊？這個是白蠟木，它相對比較淺啊。它的紋路你看它比較舒展啊。那個櫃子它是什麼木頭？這是黑胡桃的。朋友們，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家居材質科普。這邊我就發現，茶室它是連接着2個花園哈，很像亭子，就是一個小中庭嘛，所以我們這次特別選了去個全打開的。哦，它可以全部打開，兩面都可以全部打開。然後這個2個花園就好像環抱一樣的進來了，完全打通了，是真的一個，它真的像個亭子吧？所以你看我這兒把木平台延出來了，這邊又落下去來了，也不是坐在一個亭子大亭子上面。對，其實我覺得在戶外做門窗很重要，就是它不僅能絲滑，它其實材料跟材料之間還要拼接，然後它要防止漏水啊，然後它展面又要夠大，一下子全部展開。院子也不大嘛，所以我反而要種棵大樹。你看這棵楓樹啊，種得高了以後啊，它把這個空間給包住了。所以我太太化妝的時候啊，都能看到這個楓樹。這兒做了點小溪流啊，對，這像不像一個道家的
有沒有點小宇宙的感覺？有一點八卦的味道。眯着眼睛看，這像不像銀河啊？有一點啊，就是一個旋轉的感覺。旋轉。好了，进来就是我們家的客廳了。我們客廳不大啊。哦，这個其實是上下打通的。故意結構做了改造嘛。把那個書牆一直可以通到我下面的工作室。我屬猴子的嘛。我喜歡爬嘛。像不像 DJ 台啊？像不像 DJ 台？像 DJ 台。他是個 DJ 嘛，他生活的 DJ 嘛。